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那今天呢，其实很高兴，我们有一个这个雅马哈他们最新整个 NS2000A 的扩大机串流扩大机的一个鉴赏活动。那我们有邀请到目前在我左手边这个就是业界赫赫大名的这个刘汉胜总编辑刘总编。那我们今天呢也准备了3个一个算是未来的音响发展趋势的一些小问题，来请教这个刘总编的高见。那先请我们总编跟大家来说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响论坛刘汉胜。很高兴在 YouTube 频道上面跟大家见面。好，那我们就要开始发问这3个小问题。那其实第一个这个小问题也是跟这个 RN2000A 它本身的一个产品的功能有关哦。其实就在讲说，像这个雅马哈他们自家有 YPAO 的空间校正，那空间校正或者是 EQ 这种东西，在以前好像发烧友都认为说，EQ 是洪水猛兽，就是你的音响用了 EQ 之后，整个声音就会往下掉。你买个10几、20万、30万的音响，2声道的，你用了 EQ， 整个音质就变很差。可我们可以看到，在近年的雅马哈上面，不管是他们以前的旧款的这个 N803便宜的型号，到近期所发表的这个包含800A、1000A 入门的，甚至它高阶 RN2000A， 他们都用上了这个空间校正的一个技术。那总编，您认为说这个空间校正在未来它会是一个2声道音响的一个主流的规格配备吗？空间校正系统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是 AV 环绕扩大机的标准配备，它非常有效的能够解决多支喇叭在空间里面产生的相互干扰的严重的问题，所以几乎每一个 AV 环绕扩大机它都一定会配备某一种的空间校正系统，而且证明是很有效的。但是空间校正系统以前在2声道领域里面，它被大部分的音响迷所摒除。为什么呢？因为以前的 EQ 或者是其他的做法，它都是采用被动元件式的一个做法。那么这些被动元件呢，它有很多的失真的问题，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相位失真的问题。而且音乐讯号经过了这些被动元件以后，它会劣化它的音质，所以以前呢，2声道的音响迷都不喜欢用这些空间校正或者是 EQ 这种东西。但是因为现在 DSP 非常的进步，运算能力非常的强，而且它价格相当的便宜，使得越来越多的2声道的音响系统里面呢，它也在里面加装了 DSP 来做空间校正或者是其他的系统。那么包括刚才所提到的雅马哈2000，它里面也是把这个 YPAO 通通把它做进去了。虽然它是原来雅马哈的多声道系统里面使用的，但是它把它移植到这个2声道扩大机里面啊，一点都不显得突兀，而且效果非常的好。好，那谢谢总编。其实就是我觉得常常很多发烧友们真的就是感觉以前的那种 EQ 或者 DSP 给人的感觉，大多数用完是失望的。但是我相信在今天的这个 RN2000A 的发表鉴赏会之后，大家会重新觉得说有这个空间校正绝对是一大的利器哦。那在鉴赏会里面，总编也会直接示范说用了这个 YPAO 之后，有对我们声音会有怎么样一个改变？我必须强调，音乐讯号增加了一个关口，它一定会有一些的劣化，但是这个劣化我们能不能听得出来？如果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可以听出一点点小小的差异，但是跟我们所获得的，它能够有很大的补偿、很大的提升的效果，这个小小一点点的差异其实是微不足道的。好，那也谢谢总编第一题的这个回答。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音乐的整个发展来讲啊，以前最早可能1940、50年代以前，大家听的都是所谓的 mono 的音乐，单声道的。那接着立体声被发展出来了。那历经了这个50、60年之后，到我们这个2023年，就是现在看起来慢慢的，像苹果的音乐平台，像 Tidal， 他们都有所谓这种 Atmos 全景声的一个音乐。
那不知道总编对于说，在未来也许10年到20年之后，我们聆听的音乐类型会真正的就是迈向这种全景声的去做发展嘛？那以现在很多消费者他们在买音响的时候，他们很多人喜欢看电影，所以他会选择 soundbar 嘛。那当这种全景声的音乐真正开始流行下去之后，那消费者为了要听更高音质的全景声音乐，会不会重新又回到这种算是传统扬声器，也就是3叶他们所擅长的一个领域以及产品的这样？不知道总编的看法。这个要分2部分来讲。那么我们先从这个音响的发展史讲起，最早当然是单声道，后来变立体声。立体声之后，在1970年代有短暂的时间是有4声道的，但是4声道很快就消失了。那消失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它使用起来非常的不方便，而且软体也没有办法配合，所以它没有几年它就消失。4声道消失完了以后，大概在1980、90年开始有 AV 环绕扩大机的出现，也就是家庭电影院的出现。这个时候才真正有环绕的音响效果出现。那么不论它是播放音乐或者是播放电影，它都是有环绕的音响效果。那么这个过程一直到最近2-3年才开始 Apple 它开始提倡它的叫做 Spatial Audio， 就是空间音效。那么 Sony 它也本来就有它的360度的音效，其实也是 Spatial Audio。那么 Dolby 呢，它也倡导它的 Dolby Atmos 空间音效。总的来说，这3个东西都是想要在我们传统的环绕音效 5.1、6.1、7.1 之外，另外再增加它的天空的音效，让它整个产生一种沉浸式的包围感。那么对于原本就是 AV 环绕扩大机系统的用家来说，它会无缝的接受这种空间音效。但是对于2声道的用家来说，它是有困难的。为什么呢？因为2声道的用家，他经常很注重的是2只喇叭。如果你要他买多声道，那么第一，这种2声道的贵的音响系统，他要买多个喇叭的时候，它的成本会非常的高。第二，现在2声道的音响系统里面也没有多声道的前级跟多声道的这种一些特别的 format 的系统，后级是有的。多声道可以用我们 AV 环绕扩大机的多声道后级来取代，但是它没有多声道的前级，所以这个在使用 Spatial Audio 也好， Dolby Atmos 也好，或者是 Sony 的360度空间音效也好，它都会产生一个致命的问题。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就是 Spatial Audio 会在汽车音响里面，或者是 AV 环绕扩大机里环绕扩大系统里面，它会很自然的就会接轨过去。但是在2声道的领域里面，它是有非常大的阻力的。了解，所以总编的意见就是觉得说，目前以纯音乐来讲，你说在10年、20年内，大家就是慢慢的听音乐都用这种全景声的设备去听。可能是比较有难度的，但是在某些特定的领域，假如说车用音响，它有很多的单体，那看起来就很适合这种全景声音乐的应用场景。这样是的，是的。好，了解。那接着呢，我们再回到第3个问题，就是说，在以前呢，可能很多人电视要接音响，传统的音响接扩大机，它可能只能使用同轴或者是光纤连接。但在近几年的产品趋势上面，我们发现说，好像越来越多的音响厂商会加入所谓的 HDMI、ARC 的一个接口，不管是在入门的这种2声道器材，或者在比较高阶的像也许 NAD 的 N10 V2， 或者是 Yamaha 的一些整个系列的包含2声道以及这种环绕的器材上面。那是不是这意味着说，也许在未来这种传统的光纤或者是同轴接孔就要消失？因为比起这些传统接孔来讲 ，HDMI 还有一个致命性的优势，就是说它可以很简单的去操控音量以及操作，对消费者来讲也是更亲近的。就是 HDMI 孔会成为以后接电视那种2声道扩大机必备的一个接孔。这个是一定的趋势，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受智慧型电视的逼迫，不得不这样做的。我们都知道，音响迷只是很小一部分人而已，大部分人他都是一般的大众，他们也要听音乐，他们也要看电视，所以现在的智慧型电视，它已经把影跟音都完全结合在一起了。
我们在电视上，你用智慧型电视，你可以操作 Spotify 串流音乐，你可以有 YouTube 的影音，什么东西都结合在一起了。所以，当你的电视成为一个 hub 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有这种相对应的这种连接的方式来做处理。那么以往呢，没有这种方式。但是后来志龙发现了 ARC 以后呢，大家都知道，你只要用一条简单的 HDMI 线，就可以把扩大机跟智慧型电视完全连接在一起，可以把电视里面的音响效果输送到扩大机里面，再由扩大机来做各种的控制跟调整，让我们的智慧型电视也能够跟我们家里的音响系统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所有的音效都变成非常好，那么这种的一个改变是被大家所接受的，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2声道的扩大机或者是其他的系统，它通通都会备有一个叫做 ARC 的这样子的一个 HDMI 的接口，来让我们从智慧型电视把这些音效传送到我们的扩大机系统上面，这个绝对是一个未来的趋势。了解，所以看起来总编对于这个 HDMI 接孔去取代以往的光纤引头接孔这个说法是采取肯定的。那也可以看到，我们目前雅马哈也可以说是包含它整个今天要鉴赏这个 RN2000A 到他们入门价位的800A 以及1000A， 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在让这个音响步入到一般民众的使用场景之下，他们也是做一个非常大的努力，就是它全线的产品都有这个RN1000A 就是有这个 HDMI 的接孔，这样，那 RN800A 也具备很简单、很轻松的一个网络串流的功能哦。好，那也谢谢总编，就是帮我们讲了那么多他的一个未来对于这个音响产业啊、音响产品一个趋势的看法。那接着就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雅马哈鉴赏会的一些花絮吧。那我们就接下来见喽，拜拜，拜拜，拜拜。音响部分做得非常的好。怎么说雅马哈的音响部分做得非常好？我给各位讲，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外形啊，雅马哈在1970年代就用这个外形了，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那为什么它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呢？因为当年雅马哈是请日本很有名的一家设计公司叫做 GK 公司，它来设计它的所有产品的外形。那么这家 GK 公司呢，包括我们现在到日本去搭的新干线那个火车头，也是他们设计的。我们在以前台湾有，现在没有了。日本现在还有，日本很多的小吃店里面，它会有放一瓶酱油，那个龟甲万的酱油有没有？像漏斗一样酱油，连那么小的东西也是 GK 公司设计的。这家公司设计的包山包海。雅马哈在1970年代就请 GK 公司设计他们的产品的外观，那设计出来，你看它的这种旋钮，这种外观跟其他的厂牌都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们觉得这是很经典的设计，所以雅马哈就一直沿用到现在。雅马哈还有一个厉害的地方，它1974年的时候就做出一个 NS1000，全世界唯一的喇叭。刚才他有提到，这个唯一的喇叭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个，它用的是高音跟中音都是皮振膜，皮振膜就是 Meridian 皮振膜。那么这个皮振膜在当时是创举，没有任何一家使用。雅马哈使用了以后，很多公司，日本的公司开始使用，但是后来都没有在用。为什么没有在用？因为这个皮振膜要制造非常困难，它制造的时候要在高压高温下，而且那个皮本身会产生有毒的气体，所以在制造的成本非常高。所以1974年雅马哈那个 NS1000，它一推出了以后啊，轰动全世界，在全世界的所有的当时几乎所有的录音室都买了一对雅马哈 NS1000当做它的监听喇叭。事实上，雅马哈刚开始推出 NS1000的时候是叫做 M， 叫 Monitor， 它就是监听喇叭，后来才改为家用这个喇叭。那一对 NS1000在1974年推出以后，一直到最近几年，又以这个样子出现，外观大小一样，但是所使用的单体不一样。这个 NS5000就是向 NS1000致敬的这样子的产品，
它采用的什么呢？刚才有提到的 Xylon 这样子的一个材料。Xylon 材料不是什么新材料，它在1970年就已经出现了，被广泛的用在汽车的安全带上，或者是飞机里面的需要轻又韧的这种材料上面，还有飞机里面的所有的安全带，大部分都是用 Xylon， 还有降落伞也用 Xylon 在做的。它的特性就是很韧、很坚固，很韧，非常的坚固。那么它其实是像布料一样的，但是你们会觉得奇怪，像布料一样这么软趴趴的东西，怎么能够做这个振膜呢？它是在这一个布料上面啊，它在涂上了一层金属的一个布布，金属的液体。当这个金属的液体硬化了以后啊，它就变一个比蛋壳更薄的这种薄膜附在上面，是这一层硬的薄膜产生了一个推动空气的力量，让这个 Xylon 的这个质料它能够推出声音。高音、中音、低音都是用 Xylon 这个材料去定做的，这个也是雅马哈全世界第一次，全世界除了雅马哈以外，没有哪一家有用 Xylon 这个材料。所以这个是5000呢，它是继1974年的1000之后，另外一个让全世界震惊的材料。这个喇叭产品，它的任何一个地方啊，都有很高的技术含金量。我们就以这一对今天要播放的2000这个喇叭来讲，2000这个单体啊，它是黑色的，但其实它也是用 Xylon 去做的，只不过呢，它更进一步，它用 Xylon 再掺上其他的纤维，美国原山的这种纤维，去把它做成纤维跟 Xylon 的混合物，而且它把它做成黑色，事实上它一样是 Xylon 的材料去做，加倍一起组装起来。再来，刚才他也有讲到，它里面有2个特别的东西，一个叫 RS chamber， 一个叫 RS chamber， 就是放在高音跟中音后面。什么叫 RS chamber 呢？它就等于是我们摩托车的消音器。摩托车你们都知道嘛，哈，消音器拔掉的话，啪啪啪啪，消音器装上去才不会有声音的啵啵啵的声音。它那个高音跟中音就是要消除高音单体、中音单体背波喷出来之后会在里面会扰乱，所以它装了这个 RS chamber 在里面。另外低音单体，因为低音单体大，你如果要做 RS chamber 要做得很大，它会很困难，而且它也不容易消除掉，所以低音单体它并没有用 RS chamber 去把它消除它的背波，但是它用什么呢？一个叫 J 型的管子。这个 J 型的管子啊，你取代我们一般的在里面塞很多的吸音棉，一般在里面喇叭都在里面塞很多的吸音棉，它要吸收低频。我们的单体从前面发出的时候，后面也会有一个声音出来，会有一个声波，是一样的，只是方向相反而已。所以它必须用吸音棉把那个往里面的声波把它吸掉，箱体才不会共振。但是有些设计师认为用吸音棉的时候会吸收掉，让声音变得笨笨的，太多的能量，吸收太多能量，所以有些是不用的。那么雅马哈的工程师就是这一派的，他用一个叫 J 型的管子，这个 J 型的管子是经过电脑模拟计算的。他们先测试这个低音单体背波在箱体里面会产生哪一个共振频率，所以他就设计这一个 J 型管去吸收那个共振频率，让这个整个箱体即使没有填充的这些吸音材料，它都能够把低音单体的背波把它消除。所以很多的地方啊，在雅马哈里面你看不到的地方，它都做得非常的讲究。但是我们往往会因为说啊，你这个一部才10几万而已，我其他东西随便都30、40万，你会觉得看不起它。事实上是因为它有量，它是一个大公司，它要的是一个量，所以它把这个成本把它分摊了以后啊，它卖的便宜，取理它的量。它如果每年卖1、2部、100-200部，它公司没有办法存活啊。所以买雅马哈，就像我刚才讲的，其实你是买到物超所值的东西，它不是说哦，我这个12万就不如别的
欧美产品的30万，不是，它高化超过它，超过它。好，那么这一步呢，它表面上它输出只有90瓦，在8欧姆的时候，但是它如果喇叭阻抗降低到4欧姆的时候，它可以输出145瓦，它可以将近是快要2倍的这种方式来生产。因为喇叭的阻抗是随时在变的，它会随频率而改变，不是说我们讲的8欧姆而已。所以你的扩大机的供电要很强。当喇叭阻抗降低的时候，它要能够理论上它是输出很大的 power， 但是输出很大的 power 不是说我要输出大 power 就可以了，你电源供应要跟得上，你的功率晶体你要能够耐受度要耐受得了。那么所以你就必须要有很大的电源的余裕跟你的功率晶体的余裕。雅马哈这个2000呢，它都做到这一点。最近它又加了串流，它把串流也加在上面，让我们可以用一个手机就可以完全听各种音乐。等一下我就是用手机把串流传到它那边去。还有它又加了一个叫做 ARC。ARC 就是我们现在很流行的，就是用 HDMI 线把这个电视跟这个机器连在一起。电视跟机器连在一起的时候，它有什么好处呢？你可以把电视所有的音响效果通通传到这个扩大机来，然后进入我们的喇叭去播放。因为现在大家都是智慧型电视，智慧型电视上面很多的影音的平台在上面。像一些串流平台也在上面 ，YouTube 也在上面。你如果有更好的音效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们家里听音响会觉得更棒、更多元。所以它这个底下里面也是有一个 ARC， 可以说是它已经完全考虑到你现在的家里想使用的东西。